不是我拍的。许丽莎直播中的惊人反转，引爆全网，矛盾点曝光。风暴的开端。2025年8月末，本该是娱乐圈最为热闹的暑期档收官期，电影票房大战进入尾声，颁奖典礼也蓄势待发。观众原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即将角逐奖项的作品和艺人身上。然而，就在人们期待着掌声与荣誉的时刻，一句突如其来的否认，彻底改变了舆论的走向。不是我拍的。8月29日晚，许丽莎面对数百万观众，在直播中脱口而出这句话。那一刻，她的声音带着一种近乎挑衅的坦然，仿佛在与所有人对峙。无数弹幕瞬间刷屏，评论区炸开了锅。这并非普通的明星直播，而是一场公开的自我辩护。网络疯传的照片、牵手、卧床、低语都带着浓烈的私密意味。观众原以为他会澄清真相，可他的回答不仅没有让事件水落石出，反而让迷雾更浓。所有人都在追问，是谁在导演这场风波？谁又是被利用的棋子？而谁才是真正的赢家？不是我拍的与整蛊的反转。直播间的气氛逐渐白热化。许丽莎一边保持微笑，一边用若有若无的语气说道：这些照片确实存在，但不是我拍的。观众愣住了。随后，他继续解释，团队曾用小号散布暗示性内容，目的在于激怒徐凯，借此吸引其经纪人的回应。他把整个过程轻描淡写地称为整蛊，甚至带着几分得意的笑，说这不过是一个玩笑。然而，互联网并不是朋友间的餐桌，也不是综艺节目的恶作剧。他的玩笑像一颗火种，投入到已经充满易燃气体的网络空气中，瞬间点燃了争论。网友们迅速分裂成三派。第一派怒斥他虚伪，认为这只是掩盖真相的遮羞布。第二派冷眼旁观，觉得他只是在操控舆论，把观众当成表演的看客。第三派则惊讶于他的镇定，佩服他无惧后果的坦然。可无论哪一派，都明白，这已不是一场简单的恶作剧，而是一场全网范围的社会事件。舆论的失控。我们觉得很好笑。这是他在直播中的原话。然而，这句轻飘飘的笑，背后却是整个行业的代价。演员、粉丝、剧组、投资方都被无端卷入，成为舆论洪流中的牺牲品。在这个时代，笑话可能在1秒钟内被放大成炸弹。许丽莎说，一觉醒来就上了热搜榜1。或许她没预料到后果，但在外界看来，这并非意外，而更像是一出精心设计却演砸的剧本。于是，舆论逐渐从照片真假转向更深层次的讨论。隐私权是否被侵犯？制造假证据是否违法？娱乐化的叙事是否正在腐蚀社会的法律与道德？在全民狂欢的浪潮中，理性的声音显得格外稀薄。真正严肃的问题被无数笑料和八卦掩盖。自相矛盾的言辞。如果说8月29日的直播是一种轻描淡写，那么仅仅几个小时后的微博就是一次彻底的自我推翻。他在凌晨发文，1分钱没收，也不会收，之后说的话不是开玩笑，也不是整蛊。这句话彻底颠覆了前一天的说辞。前一天，他说这是一场整蛊；后一天，他却坚称不是玩笑。如此前后矛盾的态度，让网友瞬间炸锅。评论区铺天盖地的质问：你到底想表达什么？是在掩盖，还是在试探？在舆论场里，矛盾往往比真相更有吸引力。一个人不断自我推翻的逻辑，更容易吸引公众的眼球，也更容易制造话题。事实反而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这种冲突能带来更多关注。法律与八卦的错位。在这场风波中，真正令人担忧的不是照片本身，而是法律的缺席。当公众被吃瓜的快感裹挟，理性的追问显得微不足道。为什么不通过法律维权？为什么要用伪造的聊天记录来制造舆论？为什么私人矛盾要抛向公共舞台？有人评论道，当真相成了闹剧的背景板，法律退居八卦之后，每个人都成了消费游戏的牺牲者。
这是娱乐化叙事最可怕的一面，它让人们逐渐习惯把原本严肃的问题当作茶余饭后的笑料。当一切都能娱乐化，社会的边界也在被悄悄侵蚀。娱乐圈的脆弱生态。娱乐圈就像一座由纸牌搭建的高楼，华丽却脆弱，风吹草动就能引发倒塌。这场风波不仅仅是许丽莎和许凯之间的纷争，还波及到正在拍摄的剧组。演员们被无辜卷入，粉丝群体迅速分裂，投资方与制作团队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。当一个人的恶作剧能让整个剧组陷入停滞，这不只是个体的失误，而是整个行业管理与风险控制的漏洞。娱乐圈的脆弱不仅在于明星的个人行为，更在于缺乏有效的保护机制。公众的狂欢与失落。社交媒体的热度像野火一样蔓延，网友们摇身一变成了侦探，有人对比照片中的眉眼细节，有人分析动机逻辑，有人解读直播的语气与表情。但这种全民狂欢真的能带来真相吗？大多数人其实并不关心结局，他们享受的是追瓜的快感。至于真相是否浮出水面，已经不再重要。这种以消费为目的的狂欢，最终让当事人和围观者一起沦为剧本里的临时演员。欢笑过后，只剩下无力与空虚。谁在导演这场闹剧？这场风波的本质是一次精心操纵舆论的实验。许丽莎选择用碎片化的信息、矛盾的叙述，把私人矛盾包装成公共事件。她清楚地知道网友喜欢看热闹，喜欢分析蛛丝马迹。于是，她不断释放模糊的暗示，不断自相矛盾，让舆论自行发酵。在这种操纵下，公众被牵着鼻子走，却忘记了自己其实只是别人剧本中的棋子。真正导演这场闹剧的，也许不是一个人，而是整个娱乐化的时代。如何避免成为临时演员？这场事件最令人深思的问题是，为什么总有人相信操纵舆论就能解决问题？或许答案很简单，在娱乐化的时代，流量就是最大的货币。但我们作为观众，需要警惕，当我们沉浸在追瓜的快感中，很可能正在无意识地成为别人剧本中的角色。我们能做的是学会不轻易被碎片化信息牵着走，保持理性，分辨事实与动机，用法律与常识，而不是八卦与情绪来审视事件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摆脱操纵，真正掌握作为观众的选择权。从闹剧到反思，这场闹剧也许很快会被新的热点淹没，但它留给公众的反思却不会那么快消失。在喧嚣的娱乐圈里，真正值得被记住的，不是谁拍了照片，而是我们如何在八卦与真相之间找到属于理性的那条线。当法律与道德再次被人们重视，当公众不再被情绪裹挟，或许我们才能真正走出娱乐致死的循环。感谢与互动。感谢你能坚持读到这里，这并不是一篇轻松的故事，而是一场对舆论、人性和娱乐圈的深度思考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让你有所触动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你认为他所谓的整蛊是真心话还是掩饰？你觉得公众应该如何面对真假难辨的娱乐事件？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继续围观，还是果断离开？你的每一条评论都是我们共同思考的力量。别忘了订阅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多深度又引人入胜的故事。